中国都邀请日本自卫队访华了，为何喊了4次的岸田文雄，我们却理都没有理？欢迎收看马超说。眼看中俄军舰又来日本海举行军演之后呀，日本政府现在是彻底的受不了了。岸田文雄急忙喊话中国，希望能与中国领导人见上一面。近日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他希望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场峰会，并且建设一个有稳定性的交流平台。从岸田文雄的这番话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此次中俄军演给日本带去的威慑性还是不小的，以至于岸田文雄再次向我们开始喊话了。要知道啊，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4次希望能与中国取得联系了。早在上个月的时候，岸田文雄就已经清楚地表明，他希望能够开启一次访华之旅，加强与中国各层次的交流。后来他在某次演讲中又提及了这件事情。按理来说啊，中国连续2次都没有搭理他，那他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中国是个什么意思了。结果呢，岸田文雄见中国毫无反应之后，又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时，再一次的强调，他想尽快的拟定访问中国的详细计划。也就是说啊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，岸田文雄向中国喊了4次话。身为一国首相，岸田文雄能够如此放下身段的态度，直接都把中国给整无语了，就差呀把大写的嫌弃给写在脸上了。之前美国人提出访华的请求之后，我们至少还会给出一个目前还没有更多信息的答复，但是岸田文雄是个例外，外交部直到现在都没有接他的茬。在这种时候，不说话其实比说话更管用。中国外交部的沉默才是对岸田文雄最好的回答。那么其实啊，中国也不是不想维护中日友好关系，实在是岸田文雄太没有诚意了。我们之所以视其为无误，有2大关键因素。第一呢，是岸田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；第二呢，是关于核废水这事儿的不负责任。上述这2件事情，岸田政府只要能改变一点啊，中国的邀请函之所以能够递到日本自卫队手中，这就说明啊，对于中日关系能否保持友好，中国还是抱有期待的。那么就在日本自卫队代表团访华之际，中俄2国海军也正在日本海加强2国军队之间的合作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这3个国家也聚集在日本海展开了军演，参演之一就有日本的自卫队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中国却绕开了岸田文雄，直接与日本自卫队的代表团谈话，所以他着急喊话中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他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无法经手，可想他现在是有多么的尴尬。但再尴尬也是他自己作出来的。岸田文雄想要访华当然可以，但是仅仅是口头上的表态，还远远无法打动中国。好的，本期话题到此结束，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聊。